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知道？七克死了，顾涛失踪，驼四方被抓，八仔也没了消息。我想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金老板，这是什么话？难道你怀疑马哥会害你吗？他害不害我，我不知道。我就想知道，你会不会害我？金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应该叫你方墨，还是方警官？他们都说齐霞是警察，可齐霞在苍来待了这么长时间，顾涛身边没出过什么事。可你一来就不一样了，顾涛这条万事万灵的路也出了问题。我的货刚出手，下家就被抓。稀客，这么一个机关算尽的人，还是被你搅和的和顾涛火拼。我们刚一来康邦，死了一个副官，你就这么伤心？去到龙凯那儿又顾左右而言他，回来没多久，顾涛失踪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真掉水里了。我想以马思介的实力和他对顾涛的情感，怎么也能把人找回来。可人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根本就没掉水里，人不在那儿，当然找不着了。我身边的人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消失，走一次或折一次货。不是齐霞是警察吗？可他走了以后，我们再走货，八仔还是没回来。我想现在马思介也凶多吉少。既然你早就怀疑我了，为什么不告诉马思杰？我说了，我去敦煌之前我就告诉他，你跟陈副官一定有问题。可龙凯什么话都没探出来，那个傻子还把矛头指向了我。那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一枪，我无力反抗。给你一枪。我要真是给你一枪，我就不会在护强和阿蛋把你绑架的时候让八仔去找你，也不会向顾涛通风报信。我也更不会在马思杰对你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我没告诉他八仔已经失踪了。你怎么不逃呢？逃？我还能往哪儿逃？去师长那儿。我现在没权、没人、没钱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，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。我从苍兰只有一个小酒吧，到接管我干妈的生意，再到潜逃到康邦，生意没做多少，胆战心惊我倒是都经历了。
你知道吗？我这2天一个人住在这个大别墅里，空空荡荡的。主人呢，因为一句话，命没了。我累了，不想再逃了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奢望，我希望你今天不会来。我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猜错了。可我这人吧，永远就没有猜错的时候。我同情你的遭遇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把你养大的人，又只想着利用你。为了生存，你选择做违背法律的事情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苍兰好好待着，守着一家酒吧，你可以很体面的过日子，你也不用像他们一样，以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方警官这是在同情我，还是关心我呀？演了这么长时间，早就不想演了。好看吗？我自己选的路，我自己走。走吧，方警官，不耽误你时间了。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方寒。方寒，记住了。你什么时候来？
我去支走禁毒局的人，别的我做不了。好，明天我亲自来接他。这么危险的时候，你敢一个人来境内救人，真是兄弟情深呐！阿涛到底在哪儿？他在哪儿我不知道。今天就是我约的你。你杀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利大于弊吧。现在禁毒局已经得到了你的犯罪证据，下一步就要联合康邦警方抓你。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我怎么能让他们抓到你呢？你杀了我，还是会惹祸上身的。死了一个毒贩而已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会有人怀疑我。我还可以接着做我边防局的副处长。我早该想到，一个会对自己亲女儿下杀手的人，实在是靠不住。不过你忘记了，你还有一个女儿在我那儿。如果我明天不回去，她会陪着我一起死。你敢动她？你敢？是你逼我的呀！跟你这种人打交道，我不留一手，很容易就没命的。现在要杀了你，再去救他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别动！放下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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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韩楚，你来的正。韩楚，他是马思剑，快逮捕他！逮捕他！骆头表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们监视你很久。早听说你的名字了，今天第一次见。我是京北禁毒局的韩楚东。我也久听你的名字了。好啊，既然大家都是熟人，那就明人不说暗话。既然坐这儿了，咱们就开诚布公的聊聊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既然你们警方已经掌控了指证我的证据，我都认。我只想问你一句话。说。阿涛，他还活着吗？他还活着，经过医治，现在已无大碍，关押在看守所。
知道，他活着就好。在这人世上，不就为了活着吗？人生在世，除了活着，还有很多事值得追求，比如说正义和良知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只有活着。我想见见他。站住！我想参与罗同彪的审讯。好吧，走。韩楚，米娜还在他们手上，他们要杀了他，你快去救救他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老罗，你别激动。米娜也被方沫带回来了，她现在很安全，你放心吧。老罗，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家人的时间都还长。我10几岁就扛着枪跟你抓毒贩，你是我最敬重的人。但我知道咱们那拨人出了问题，打死我都不敢相信那个人会是你。不光你不会相信，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有一天你和我会这样面对面的坐着。马四界就用那个叫咪南的人来威胁你，这到底为什么？咪南，她是我的女儿。女儿？你爸爸呢？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，但听我妈说他是个大好人，可厉害了。在我和傅安若结婚之前的2年，我被派去康邦查案，认识了咪南的妈妈。她那么纯真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善良，我们2个一下子就坠入爱河了。不久，她就怀了孕。可是，在查案的过程中，我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的被带回了国内。伤养好了，
再回去找他们母女俩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搬了家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可以找，音讯全无。后来，在我母亲去世之前，他让我和傅安若结了婚。可是找他们的事情，我一直就没有间断过。直到3年多以前，马思介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说要认识我，和我做一笔交易。他给我看了他们母女俩的照片。马思杰的条件很简单，他做外贸、家具和木材生意，入境检查太繁琐，他想让我和边防打个招呼，免检。之前我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谁知道他后来在里边夹藏了毒品。就因为这个，你答应跟他同流合污的？我不答应可以吗？他们母女俩在他的手上，我一句话不肯，他们母女俩马上就得死。再说了，之前我帮他办的免检入境的材料都在他们手上，就凭了这个证据，就会毁了我的前途。你说我能不答应吗？那罗非呢？马思介杀了罗非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既然一直都跟马思介有联络，为什么不救他？我知道。你知道马思介杀了罗非，还肯跟他继续合作？你弄错了，不是他杀的罗非。罗非是我下令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罗非去了马思介那里，我就知道你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听到了我和马思介的电话，开始怀疑我，所以他潜入了马思介的书房，想要拿证据，结果被抓了。人已经抓到了，这事楼主你看怎么办？这个活口不能留。罗非的性格你也知道，他得到了证据就一定会想办法和你联系，我怎么能留下这个活口？可罗非是你女儿，你从小疼爱大的，你下得了这狠手吗你？是，从小疼爱大。她如果真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会那么狠心。可惜她不是。可惜她不是。她是那个傅安若不知和谁生的孩子。这么多年，我养育她，爱护她。她小时候，我每天晚上给她读书，哄她睡觉，给她讲我每天办的案子，牵着她的小手去幼儿园，看到她转身冲我挥手，我觉得那就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小天使。可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，我都在替别人养孩子，替别人在养孩子。
要不是去年他出任务之前，局里组织体检，那个医生把他的体检报告让我带回家。这个真相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他们母女俩一直在欺骗我。那个福安若到现在都不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你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我能怎么办？和他离婚，让所有人的人都知道，我堂堂边防局的罗同彪被人这么多年绿帽子从头戴到脚，有多少人在背后笑话我？现在好了，他死了。傅安若这个贱人也让我弄疯了。张医生，我家老伴情况怎么样啊？我们正要找你们家属呢，他的情况不是太好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，还出现了幻觉和幻听。我这么多年的这口怨气也总算是出了，但是想一想我的女儿这么多年受的罪。再加上我的政治声名和名声，他不重要。不过说真的，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是真正的警察了。你说说你爸就是警察，从小看到大，你怎么还那么激动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爸穿警服可帅了。他每次执行完任务回来，就跟我讲他怎么抓那些坏人，真的是自带光环。是那我穿警服不帅吗？不能跟你并肩作战吗？你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那我问你，你一个人上过战场吗？你经历过枪林弹雨，跟匪徒搏斗过吗？你这都没执行过任务，还好意思跟我爸比？哎，行，比不过，你爸厉害。即便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跟动物在一起待了20多年都会有感情的，何况是人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一直把你当成他的偶像，他的英雄。他考警校是为了你，不顾性命去执行任务也是为了你。你知不知道他在我面前说过多少回，他以你为荣，他以你为荣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个人，枉为人。
韩处，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还有，马思界、顾涛的案子已经审结，明天就审判了。你的工作顺利完成了。之前不遵守命令，让你好好反省，你反省了吗？反省？我反省好几个月了。我写的检查绝对够出一本书。哦，是这样的。经过上级讨论呢，对你进行口头批评，就不对你进行处分了。哎，你得好好表现啊，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。是。怎么样？休息够了吗？是不是又有新任务了？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危险，而且明天出发。这么着急啊？怎么，你有问题啊？韩处，能不能先批我半天假？就半天。别耽误任务啊！这我知道，您就放心吧。行，准了。谢谢大爷，不，谢谢韩处。阿姨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自己的，保证平平安安的完成任务。你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看你啊。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现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马思介犯故意杀人罪、制造并走私贩卖毒品罪、走私军火罪，情节严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罗同彪犯故意杀人罪、受贿罪、运输毒品罪，情节严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顾涛犯故意杀人罪、制造并走私贩卖毒品罪、走私军火罪，情节严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被告人金兰兰犯故意杀人罪、制造并走私军火罪、贩卖毒品罪。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具有坦白情节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王大新犯故意杀人罪、运输毒品罪、运输军火罪，但由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严光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2011年湄公河大案后，中国、老挝、缅甸、泰国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。同年12月，4国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。同时，由中方发起建立的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机制，在各国共同努力下，不断有效地打击着毒品源头，成果卓著。2015年，邀请柬埔寨、越南2国加入后，机制更加完善，有效打击遏制了湄公河流域毒品犯罪活动，维护了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。禁毒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，不仅随时面临生命的危险，还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孤独。参与这项工作的人，绝大多数既不能公开身份，也不能放出照片。他们的贡献注定是默默无闻的，但被守护的这片家园不会遗忘他们。仅以此篇，向奋斗在禁毒前线的战士们致敬。